大卫刚暴揍完学校董事的儿子，第二天校长却打电话求他回去上学，可他连电话都懒得接。他能一朝逆袭，都是因为他赌上性命装上了这副军用一体，而且居然完美融合，没有排斥。学校背后的荒坂集团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可他已经决定离开那个肮脏的学校，去社会上闯荡。大卫漫无目的的四处游荡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当他上了这趟列车，看见这个女人的时候，他的整个人生从此被改写了。大卫看得出女人是名黑客，专挑荒坂集团的员工下手，不知不觉间就偷走了他们的芯片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下一秒居然偷到了自己头上。大卫的军用一体瞬间被启动，一把抓住了女人的手。女人感到很惊讶，这个不起眼的少年居然有如此迅捷的身手。他马上对大卫产生了兴趣，一个被动开始对大卫扫描。当他看见大卫居然安装了高阶军用一体时，他感到很不可思议，立马提出和大卫合伙，所得芯片73分账。因为只对荒坂的人下手，大卫欣然同意。女人叫露西，是个超级黑客，她瞬间就可以连通他人的芯片，在将芯片弹出的瞬间，大卫启动一体施展快银技能将芯片拿回，简直配合的天衣无缝。可当他们结束任务时，大卫却突然鼻血直流，一头栽倒在地。露西找了个黑医生，这才知道大卫虽然装了军用一体，但连解决排斥作用的抑制剂都没有，这可乐坏了露西。这少年还真是个人才。可黑医生却突然拿出了枪，原来他看上了大卫的一体，想占为己有。露西不慌不忙地要挟大卫，大卫连忙眨眼表示同意。露西瞬间飞起，一脚怼飞了医生，蹬开了车门就带着大卫跳了下去。露西兴奋地踩着病床飞驰在车流中，摇摆着美臀来控制方向。就这么一刹那，大卫被眼前又飒又美的他迷住。可当露西一脚急刹后，却发现大卫已经吐得稀里哗啦，好不容易挤出几个字让露西带他去找一体医生。当一体医生见到大卫时也很意外，原本他以为大卫很快就会受不了军用一体的折磨，找自己拆除一体，所以连抑制剂的事也没告诉他。没想到这小子居然是个另类，没有抑制剂的情况下，一天使用了8次一体还没咋地。不过医生告诉大卫，以后每天最好使用不要超过3次，否则就算身体扛得住，脑袋也吃不消。如果不听劝，早晚得变成赛博疯子。从医生那出来，露西把大卫带回了家，这才发现大卫原来还是个未经世事的处。别说其他事了，就连酒都是第一次喝。露西决定带大卫见识点特别的。两人躺在床上，露西连通了大卫的芯片。一转眼，大卫发现他们居然来到了月球上，他跟着露西快乐地享受着这种失重状态。露西驾车带着大卫在月球上飞驰，他们坐在一个深坑边。露西晃着脚说：“这还是他第一次带人来这里，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。”あんたには見せてもいいかなって。いいコンビになりそうじゃない？可就在两人电光四射、状态极佳时，大衛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就回到了现实中。大卫顿时被吓傻了，再扭头看露西，哎呀我去，这是遇到仙人跳了。